大家期待已久的新剧它来了，可以说该剧的每一帧都在烧钱。该剧以作家托尔金魔戒的第2纪元为背景，继续展现中土世界的英雄传奇，角色千奇百怪，精灵、矮人、半兽人、巫师、人类挑战着每个角色，在这个日益濒临灾难边缘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赋予兽人以家庭属性，无论是特效还是剧情都相当不错。假如不好看，你来打我。废话不多说，正片走起。阿达尔举起王冠，为新王加冕，可下一秒。 兽人们顿时一拥而上，虽然索隆无比强大，但随着刀剑不断的刺入他的身体，很快便没了动静。可突然，索隆迸发出耀眼的白光，一道刺骨的寒风席卷了整个魔多。等到阿达尔缓缓醒来，这才发现索隆的肉身早已不知去了何处，而这些残存的半兽人也终于重获了自由。可众人不知道的是，一股黑色的血液正缓缓地向着地下流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只倒霉的老鼠来到这滩血液旁。 随着这团血肉不断的吞噬，终于积攒了足够的力量，朝着地面爬去。雪地里，妇人驾驶着马车经过，却没注意到车轮压过了一个可怕的怪物。突然，一声刺耳的尖叫声传来。没过多久，一道人影从车上下来，而他正是重获新生的索隆。由于吞噬了人类，索隆也拥有了人类的相貌。此时的北方大地战火弥漫，无家可归的人们准备冒险穿越死亡之海，去往对岸生活。而眼前这个善良的老人，正是为北方大地的皇室工作。在他的劝说下， 索隆决定一同前往，可危机四伏的深海中，巨兽早已盯上了他们。夜里，索隆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，刚要出声提醒，一股巨大的力量便撞破了船舱，现场顿时乱作一团。老人被死死地压在柱子下，可索隆并未施救，反而一把扯下了他的家族徽章。很快，船身在巨兽的撞击下支离破碎，索隆坠入海中，眼看巨兽朝着自己袭来。 第二天清晨，索隆与几个幸存者漂浮在汪洋大海上，看着手中的徽章，一个复仇计划已经在脑海中浮现。可就在这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呼救声，原来正是苦苦寻找索隆多年的瑞尔。画面一转，时间来到了第1季的结尾，瑞尔终于意识到，原来布兰德就是索隆。得知真相的精灵王震怒不已。 可眼下圣树即将彻底死去，如果不能解决索隆，驱散黑暗魔法的话，那么精灵族将不得不离开灵顿，甚至放弃中州大陆。而刚刚打造出来的3枚精灵之戒拥有强大的力量，精灵王想要借助他的力量击败索隆。可埃尔隆德明白，这3枚戒指是在索隆的指引下打造的，背后必然存在着巨大的阴谋，眼看无法说服精灵王。 精灵王赶忙下令封锁灵顿的所有港口，是要抓住埃尔隆德。而埃尔隆德趁着夜色，悄悄来到了大长老齐尔丹的家中。原来齐尔丹被称为最有智慧的精灵。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他便明白这是索伦的计策，目的是为了利用戒指造成精灵族的分裂。眼下必须要将戒指毁掉。可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马匹的嘶吼，精灵王带兵赶到了这里。原来是瑞尔猜到了埃尔隆德会去寻求齐尔丹的帮助，可他还是来晚了一步。此时的齐尔丹正在前往海洋裂缝。 他将会在那里将戒指毁掉。与此同时，索伦也已经来到了魔多。此刻这里早已被阿达尔统治，整个南方大地的人类都被抓到这里，向阿达尔效忠，并且打上奴隶的印记。如若拒绝，那便是只有死路一条。很快，索隆便被带到了阿达尔的面前。此刻的他明白眼下孤立无援，只有先隐藏身份。于是他假装自己是南方大陆的国王。听说瑞尔在战败后，精灵在索隆的帮助下 打造了一种戒指，蕴含的魔力能够将半兽人与人类都变成他的奴隶。只要放掉自己的子民，那么他就会说出索隆的位置。阿达尔自然不会相信他的一面之词，可这条消息却让不少半兽人开始恐慌了起来。夜里，被折磨了一天的索隆艰难地捡起地上的骨头。第二天一早，阿达尔继续询问索隆的下落，可索隆却表示自己并不知道真正的索隆到底在哪里。但他有一个阿达尔不具备的优势，那就是精灵族对自己人类身份的信任。只要放任自己离去，那么他就能把精灵引到这里，再将他们一举歼灭。阿达尔心动了，但他还是要让索隆匍匐在自己脚下，宣誓效忠自己。画面一转，齐尔丹来到了海洋裂缝，可他刚要将戒指丢下，一道浪花袭来，戒指掉落在了船上。从袋子中透出的一丝光芒瞬间便吸引了齐尔丹的注意。只见他的脸上露出贪婪的神情，
而此刻的灵顿圣树已经彻底失去了光芒。精灵王将所有人召集在一起，宣布精灵将会彻底退出中州大陆。可就在这时，齐尔丹却突然出现，而他的手上戴着的正是精灵之戒。很快，其余2枚分别戴在了精灵王与瑞尔的手指上。下一秒，原本暗淡的圣树再次迸发出光芒。精灵族利用魔戒让圣树再次迸发光芒，眼下的危机解除了。那么找到索隆变成了当务之急。根据探子来报，索隆最后出现在魔都附近。精灵王觉得这是一次性解决索隆与阿达尔的好机会。可自从戴上精灵之戒后，瑞尔便似乎在冥冥中与索隆建立了联系。他感觉索隆并不在魔多，而是想要接近布林博，为他打造剩余的魔戒。于是精灵王下令，让埃尔隆德与他一起前往锻造之城，寻找索隆的下落。瑞尔的预感并没有错，索隆已经来到了锻造之城。虽然精灵王安排的信使去揭露他的真实身份，可这些信使都早已被索隆半路截杀。直到天色渐晚，布林德才出来面见索隆。毕竟他曾故意隐瞒身份，想要接近自己。布林德随即下了逐客令，便要转身离去。索隆赶紧表示，那3枚戒指已经成功点亮了圣树。可紧接着，他却话锋一转。这番挑拨离间的话果然让布林德有些恼火。紧接着，索隆趁热打铁，他想要再为人类打造戒指，让他们摆脱黑暗魔法的侵袭，毕竟这是自己的种族。可高傲的精灵觉得人类本性贪婪，很容易被戒指腐化，并且矮人肯定不会再提供秘银了。可索隆却突然坦白，自己隐瞒了身份，其实自己是至高精灵维拉派来的使者，帮助中州大地度过这次危机。布林德自然不愿相信。可突然，一股妖风吹开了窗户，布林德赶忙上前关闭。可当他回头看去，索隆不知去了哪里。突然，房间的灯光熄灭，壁炉猛地升腾起火焰。布林德走上前去，索隆竟变成了精灵的模样，圣洁无比的样子让布林德忍不住的跪下。此刻的他彻底相信了眼前的男人是维拉派来的使者，接下来只要从矮人那里弄来秘银，其余的魔戒便能够问世。而矮人首都卡扎都姆也发生了巨变，由于帮助埃尔隆德开采了秘银矿，都灵与父皇彻底决裂，二人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。可就在这天，妻子迪莎却突然感到一丝震动，紧接着一场地震袭来。更糟糕的是，由于坍塌，将整座城市的出入口全部堵死，就连植物也因为得不到阳光而迅速枯萎。矮人们只得日夜挖掘新的洞口，可很快便谣言四起，人们将这一切都怪到了都灵的头上，是他将不祥的精灵带回了地堡。此刻，成为平民的都灵不但要面对从未做过的繁重工作，还要被工友们各种冷嘲热讽。就在他犹豫是否要向父亲取得原谅的时候，迪莎又带来了一个坏消息。原来矮人一直安全地生活在洞穴中，是因为他们之中有着名为十之歌者的职业，迪莎便是其中之一。他们能够通过歌声与岩石交流，寻找矿脉或是出口。可随着迪莎高歌一曲，岩石不断没有告诉众人出口在哪，甚至连最后一丝阳光都消失了。显然他们已经被自己的家园抛弃。另一边，伴随陨石降生的巫师与诺瑞还有波比正朝着星座的方向走去，也许他失去的记忆就在那里。可三人不知道的是，他们一路上的一举一动都在神秘人的监视之下。很快，神秘人便骑马来到了沙漠中的一座神殿。女人打开罐子，无数的飞蛾涌了出来，随着手掌被割开，鲜血流到了地面上。老人挥动手中的魔杖，飞蛾蚕食了地上的鲜血。下一秒，原来他们是索隆的追随者。本以为神秘巫师就是索隆转世，却没想自己竟被对方的魔法驱逐。而等他恢复了记忆，必然会对索隆产生威胁。就在这时，手下主动请缨。画面一转，神秘巫师与二人正顶着炎热的天气赶路，不等人来抓他，恐怕就要渴死在路上了。可突然，神秘巫师闻到了一股异样的味道，下一秒，毛脚族的二人早已发挥了自己隐藏的天赋。三个头戴面具的男人在附近搜索了一圈，却没有发现人影，只得悻悻离去。得知一路都有人跟踪，于是三人决定铤而走险，更换一条危险的道路。果然，这一路上炎热无比，就连神秘巫师都热得晕了过去。好在波比发现不远处有着一口水井，二人艰难地拖动着神秘巫师，好不容易来到水井旁。波比上前将卡住滚筒的拐杖丢到一旁，接着打出一桶水。可就在这时，这刺耳的铃声很快就会将追兵引来。好在巫师及时清醒了过来，他看着地上的拐杖，却突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
可就在这时，追兵也赶到了这里。面对敌人的冲锋，巫师却丝毫不惧。只见他口中念动咒语，接着将法杖猛地插进土地。可随着风沙越来越大，他却无法结束这道魔法，就连手中的法杖也渐渐消散。长相狰狞的半兽人盯上了一匹老马，其中一人抛出绳索，老马开始了剧烈的挣扎。可下一秒，其余2只半兽人不敢再上前了，只因前方就是暗黑森林，传说中没人能活着从里面回来。很快，老马走进了一处洞穴，无数的枯骨散落在地上，里面凶险无比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出现在眼前，原来他正是这匹老马的主人。可就在这时，伊希尔杜发现头顶上正不断地掉落着黑色的粘液，原来这里竟是一座蜘蛛巢穴。只是转瞬间，身边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蜘蛛。伊希尔杜取下对面半兽人手中的弯刀，可对方却突然暴起，双方力量差距太大，伊希尔杜没有丝毫还手之力。可下一秒，就在这时，蜘蛛悄悄地出现在了伊希尔杜的身后，接着便将他死死缠住。伊希尔杜抓住蜘蛛的口气，接着趁机刺出一刀，这才找到机会赶紧跳上了马背。不知走了多久，伊希尔杜还顺路救下了一个名叫艾斯翠的女孩。就在他们即将到达港口的时候，眼前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可怜的老人。艾斯翠并不想多管闲事，可伊希尔杜却觉得至少要留下一点吃的。可就在这时，就在危急时刻，弓箭的破空声在耳边响起。原来是阿隆迪尔在与阿达尔的大战中幸存了下来，不过前方的森林里到处都是野人，而伊希尔杜的马也被人骑走了，二人只得跟随阿隆迪尔回到了村庄。夜里，艾斯翠独自一人将匕首烧得火红。另一边，西奥告诉伊希尔杜，他知道那群盗马贼在哪里。二人趁着夜色，悄悄地来到了森林深处。果然，这群盗马贼正分享着这几天的战果。伊希尔杜悄悄解开老马的缰绳，可马匹的嘶吼声却引起了对方的警觉，眼看就要被发现。西奥表示自己也效忠于阿达尔，可他的手臂上并没有3叉戟的印记，只是想帮伊希尔杜拖延时间，可对方却连孩子也不准备放过。就在这时，一把斧子飞来，男人应声倒地。西奥赶忙朝着森林外跑去，可突然一道高大的身影挡在了他的面前。听到西奥的尖叫，伊希尔杜赶忙调转马头。另一边，努门诺尔王国此刻正哀鸿遍野，与阿达尔的战争他们输得彻彻底底，就连摄政女王的眼睛也在这场战役中失明。可为了稳定民心，米瑞尔还是决定正式登基。可就在登基大典上，却传来一道不和谐的声音。For Isildur. With his dying words, the king spoke to me and said it was from this she took counsel. 原来米瑞尔正是从水晶球中看到了未来毁灭的画面，所以才决定派兵前往摩多。可一个相信精灵魔法的人如何能领导努门诺尔？双方各执一词，现场顿时乱作一团。就在米瑞尔不知所措之际，天边传来一声清脆的鸟鸣。努门诺尔将老鹰视作图腾。就在这时，米瑞尔的堂弟法拉宗走上前去，他对王位觊觎已久。此刻的人们欢呼雀跃，似乎神鹰选择了他成为下一任的国王。锻造之城内，布林博邀请了都灵夫妇前来做客。他将魔界的强大告诉二人，希望能为矮人族的诸王每人打造一枚，这样也许能和精灵族修复圣树一样，修复矮人与岩石的联系。只要矮人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秘银。可都灵却心有疑虑，
只因他从未在埃尔隆德的口中提到过眼前的精灵。不过是否合作，最终还是要交给国王来决定。此刻的卡扎都姆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，贮存的粮食最多还能撑3个月。都灵只得暂时放下与父亲的矛盾，将他在锻造之城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。虽然矮人与精灵的关系并不友好，但眼下再没有别的方法能够拯救卡扎都姆。画面来到锻造之城，随着黄金被彻底融化，矮人国王献上一块密银。就在布林博准备将他丢进锅炉时，索隆却出手将他拦了下来。只见他闭上眼睛，心中似乎在默念着咒语。随着密银被丢下，矮人族的末日也即将到来。由于瑞尔怀疑索隆会前往锻造之城，于是在精灵王的示意下，埃尔隆德组建了一支精灵小队，亲自前去揭穿索伦的身份。可还没走出多远，沿途的桥梁被人摧毁，到处都是黑魔法残存的痕迹。深夜，小队正穿过一片墓地，这里被称为古种港，可一股恐怖不安的气氛却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上。就在这时，众人发现了地上躺着的马匹，他们身披的精灵铠甲与地上散落的信件证明，这就是精灵王派去给布林博送信的2人。察觉到危险的瑞尔赶忙招呼众人离开，可突然一道铁锁从黑暗中袭来，没等众人反应，便将男人拖进了墓穴中。紧接着，一道恐怖的身影从地下钻出，等到众人反应过来，他们已经被一群尸妖团团围住。更糟糕的是，精灵手中的武器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效果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埃尔隆德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接着竟让人帮助他打开身旁的坟墓。突然，一道锁链朝着瑞尔袭来。埃尔德隆递过一把长矛，下一秒，这些怪物像是砍瓜切菜一般，很快便被众人消灭。原来埃尔隆德听过尸妖的传说，只有与他们一同陪葬的武器才能让他们安息。可已经沉睡千年的尸鬼突然苏醒，显然背后是索伦搞的鬼，众人只得加快步伐。与此同时，为了不让半兽人再次被索伦奴役，阿达尔带领的半兽人大军也正朝着锻造之城赶去。这一切都被精灵尽收眼底。就在众人疑惑艾达尔是不是前来帮助索伦的时候，一枚箭矢袭来，原来是附近巡逻的半兽人发现了他们的马匹，准备拿来当晚餐。众人不敢轻举妄动，可就当对方准备离去。可就在这时，瑞尔的戒指闪烁出点点光芒，箭矢竟从身体里退了出来，伤口也恢复如初，显然是魔戒起到了作用。可半兽人也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踪迹。瑞尔摘下魔戒，将它交给埃尔隆德，接着独自走到半兽人的面前，他决定牺牲自己，掩护队友离开。失去魔戒的力量，瑞尔的能力大减。只见他抢下战马，接着就要突围出去。可就在这时，画面一转，阿隆迪尔正带人在森林深处寻找着西奥的下落。来到马贼的营地，阿隆迪尔发现地上竟散落着一条被扯断的手臂，显然这样的力量不是人类所为。第二天，就在众人讨论该去哪里寻找西奥时，艾斯翠突然表示，这一切可能是野人所为，可以去森林的北边寻找。可阿隆迪尔却瞬间警觉了起来，只因北边正是魔多的方向。紧接着，阿隆迪尔质问对方，他脖子上的伤疤似乎是新的，到底从何而来？看到对方支支吾吾的模样，阿隆迪尔瞬间便明白了一切。艾斯翠被戴上手铐，3人继续朝着北面的森林寻去。途中，无数的树木被砍伐殆尽，地面也泥泞湿滑。突然，伊希尔杜陷入了一片沼泽里，一股巨大的力量似乎在将他朝着地底拖去。见状，艾斯翠赶忙朝着远处跑去，可很快他便捡来一根树枝，接着深入沼泽里。夜里，伊希尔杜为他松了绑，可艾斯翠却一把夺过佩剑，只因他觉得自己曾经是一名奥多，世人将不愿再容纳他。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，好在精灵亲近自然，树人这才停止了攻击。原来阿达尔的半兽人大军为了应对接下来的战争，将森林弄得破败不堪，这才让树人再次苏醒过来。
在阿隆迪尔的一番询问下，西奥果然被他当成伐木者抓了起来。另一边，魔法失控的神秘巫师只得独自踏上寻找星座的旅途。在一只黑山羊的指引下，神秘巫师来到了一位隐士的家中。男人似乎早就知道他的到来。So you found the goat. 而神秘巫师苦苦寻找的星座就在男人的头顶上。可突然一阵妖风吹过，地图飘到了空中，接着挂在了一棵树上。神秘巫师刚要取下，却突然有股熟悉的感觉，仿佛眼前的树枝就是一把威力强大的法杖。难道星座指引他前来，就是为了如此？可突然，巨树仿佛活了过来，接着竟将神秘巫师吞噬了进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男人将手伸进巨树，神秘巫师随即被拽了出来。Who are you? Tom Bombadil. 原来眼前的男人并不是普通的隐士，传说中他在这个世界诞生之初便一直存在，只是挥手便将地图变成了面包，而其他的元素魔法更是手到擒来。神秘巫师顿时明白了过来，原来星座指引他来到这里，并不是为了魔杖，而是为了眼前的男人。Might you teach me how to wield a star? 可汤姆却选择了拒绝。就在这时，屋外传来一阵马蹄声，原来追兵赶到了这里。而汤姆之所以不愿教神秘巫师魔法，正是因为他曾经的徒弟成为了现在的黑巫师，将脚下这片曾经充满生机的土地变成了现在这副荒凉的景象。更可怕的是，根据他的推演，索伦即将与他结盟，二人必然会将整片中州大陆搅得天翻地覆，而神秘巫师就是命中注定之人，将会阻止这一切。Is it my task to face Sauron? Your task is to face them both. 矮人国王终于还是没有抵挡住力量的诱惑，带上了索伦为他打造的魔戒。利用魔戒的力量，矮人国王很快便找到了一面石壁。随着大锤巴士不断的挥下，阳光终于洒了进来，卡扎都姆重获新生。精灵与矮人也因此决定结盟。矮人甚至专门为精灵打造了一扇坚不可摧的大门，通过口令可以前往卡扎都姆。可索隆却并不开心，因为他想要继续为人类打造魔戒。可布林博却觉得人类反复无常，甚至南方大地还有不少人类正在为阿达尔效力，一旦拥有魔戒肯定会迷失在力量里。可索隆却觉得人类中也存在心灵纯洁之人，他决定打造9枚戒指，并且从9大王国中精心挑选执戒人。 I am sorry. My answer is no. The rings of power are complete. I shall make the 9 myself. 另一边，迪莎正为女儿挑选着生日礼物，可一枚稀疏平常的调银水晶却价格翻番。原来国王要求所有矮人都要开始缴纳魔戒税，显然在魔戒的影响下，国王开始变得越发贪婪。无奈的迪莎只得掏了钱，可一个手滑，水晶球掉落在了地上，随着不断的滚落，迪莎来到了一处隐秘的洞穴中，这里似乎从未被发现过。作为十之歌者的她高歌一曲，水晶顿时亮了起来。可就在她转身之际，画面一转，国王正安排手下不断的往深处挖掘矿藏。在魔戒的蛊惑下，他早已不再信奉岩石之神。可突然，都灵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。原来迪莎从岩石的回应中得知，地下藏着一个古老而强大的恶魔，一旦惊扰到他，那么对卡扎都姆便是灭顶之灾。可国王只相信自己从戒指中看到的未来繁荣的景象。Lisa is mistaken. There is no danger. 来到锻造之城，布林博突然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尖叫声。只见操作台上的钳子仿佛受到了一股神秘力量，索伦赶忙解释自己是在为人类设计新的戒指。就在这时，锅炉又发生爆炸，好在有惊无险。可突然，一把锤子竟不受控制地漂浮到了空中。戴上戒指的学徒无法承受它的力量，意识因此陷入了一片虚无中。原来担心人类无法抵挡魔戒的腐化，于是索隆增加了秘银的含量。可他的水平哪里能和锻造大师布林博相提并论，所以才会出现失控的情况。没有他的帮助，赠予人类的魔戒根本做不出来。就在这时，手下来报，原来是都灵来到了这里。在他的口中得知，自从矮人国王拥有了魔戒后，开始变得冷血与残暴。曾经慷慨的他更是无比贪婪，甚至威胁其他矮人国王，只有交出一半的矿产才能得到剩余的魔戒。让布林博疑惑的是，相同的材料与工艺，为何精灵族却没有问题？就在这时，都灵突然想到 Then maybe the fox in the ringmaker. How much do you really know about this, Arnatar? 送别都灵后，布林博找到索伦，质问他是否在制作戒指的过程中动了手脚。可索伦却表示，很可能是因为在打造戒指的时候，精神状态不一样。在打造精灵之戒的时候，想的是为精灵族解决危机；而在打造矮人之戒的时候，想的却是如何向精灵王隐瞒此事。眼下想要挽回的话，只有前往灵顿，向精灵王坦白事情的真相。
可布林博明白，一旦东窗事发，那么自己将再也无法锻造任何东西。于是他将学徒们召集起来，接着向他们宣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决定：他将为人类打造剩余的9枚戒指。这9枚戒指将不再拥有额外的力量，而是从精灵族的3枚戒指中汲取力量。画面一转，阿达尔带领的半兽人大军即将抵达锻造之城，途中他们将瑞尔放了出来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无数半兽人死于眼前的精灵之手。可就在这时，阿达尔却拦住了手下。瑞尔趁机拔出匕首挟持了对方，可阿达尔淡定地表示：与此同时，最后9枚人类戒指已经开始打造，而半兽人与精灵是否会结盟，阻止魔戒的问世呢？随着法拉宗谋权篡位，艾兰迪尔由于坚定地站在米瑞尔的身边，便被诬陷成了叛国罪。而按照上古精灵维拉留下的传统，他们将会召唤海虫来决定艾兰迪尔的生死。可就在这时 Release him! Given that his crime was committed in my name, I have the right to face the Valar's judgment in his place. 尽管艾兰迪尔的心中有万分不愿，但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米瑞尔走进了海水中。突然，远处泛起一片巨大的浪花，显然海虫已经发现了他的祭品。米瑞尔瞬间便被拖入了水中。岸上的人们久久不见米瑞尔的身影。The Valar have deemed her innocent. 米瑞尔从海虫的口中活了下来，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也随之烟消云散。现场的人群中顿时爆发出女王万岁的呐喊。画面一转，在索伦的影响下，布林博仿佛变了个人。人类9戒迟迟无法打造出来，秘银也已经消耗殆尽，可矮人那边却突然断了联系。布林博开始变得越发暴躁，甚至将怒火发泄在了手下的工匠上。更糟糕的是，原本睿智的他突然开始健忘，就连工匠的名字都很难记得起来。索伦则趁虚而入，不但独揽了整座锻造之城的大权，还将对布林博忠心耿耿的工匠拉拢到了自己的阵营。可很快，手下便带来消息，原本今天的巡逻士兵突然全部失去了联系，一具士兵的尸体在河流下游被发现，身上还刻下了一段奇怪的符号。索伦顿时脸色一变 Bury him. Show this to no one. 来到城墙上，森林里燃起的狼烟证明阿达尔的大军已经逼近，可索伦的脸上却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。自从矮人国王拥有了魔戒的力量，矿工的锤子每天都要抡冒烟了，无数的黄金被挖掘出来，只为满足国王的私欲。可就在这天，矮人王国卡扎都姆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索伦表示，锻造之城即将受到半兽人的入侵，可人类9戒还没有完工，他愿意提供木材，并且协助搭建矿井来换取秘银，却没想贪婪的国王竟直接拒绝了他的要求。索伦只得悻悻离去。就在都灵庆幸父亲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时 You heard them. War is coming to Middle-earth. And the army that bears the weapons and armor of Mithril is all but invincible. We can name our price. 都灵明白自己的父亲在魔戒的影响下已经彻底无可救药，趁着他转身之际便想要将戒指夺下，可国王只是随手一挥，都灵便被扇飞了出去。此刻的都灵彻底确定自己的父亲已经不复存在，坐在王座上的不过是那枚戒指而已。在妻子迪莎的劝说下，都灵决定不再坐以待毙。第二天一早，工人刚准备开始挖矿，却发现迪莎拦在了必经之路上。只见他的口中发出2道高亢的歌声。Is that meant to frighten us off? 与此同时，阿达尔与瑞尔正四目相对。虽然精灵不耻与半兽人合作，但他们毕竟有着共同的敌人，那便是索伦。阿达尔从盒子里取出一座皇冠，瑞尔顿时感到无比惊恐，上面还残留着魔苟斯的气息。阿达尔表示自己曾用这座皇冠刺杀索伦，虽然失败了，但还是重创了他。也许结合精灵3戒与这座皇冠的力量，就能彻底杀死索伦。可瑞尔却放不下该死的尊严，但他还是好心提醒阿达尔，索伦在锻造之城的目的就是为了打造剩余的魔戒。精灵大军也在埃尔隆德的带领下朝着这里袭来，而他的魔戒就在埃尔隆德的手中。若是两军对垒，那么半兽人无异于以卵击石，不如现在放了自己。他会作为中间人，让精灵与半兽人联手将索伦铲除。可阿达尔明白，即便没有索伦，精灵王也不会让他们在魔多安稳的生活。而从瑞尔口中，他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信息。Now that you have confirmed beyond any doubt who he is, and told me you carried your ring, the Region will fall, and Sauron with it. 原来阿达尔准备直接鸠占鹊巢，放弃魔多，将锻造之城变成半兽人的家园。可瑞尔瞬间明白了过来，若是阿达尔真的发起了进攻，那才是中了索伦的计策。This must be what he wants. Sauron has no army of his own, so he has lured yours here instead.
He wants you to attack Eregion. 可还没等瑞尔说完，被复仇蒙蔽双眼的阿达尔就将他拖了下去。随着号角声响起，攻城战正式打响，锻造之城内顿时乱作一团。而布林博此刻还在废寝忘食地设计着戒指的样式。屋外的警报声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可当他准备打开窗户，索伦却拦住了他，表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中。布林博瞬间反应过来，这些天自己疏于政务，再这么下去，城主就要换成索伦了。醒悟过来的他不再理会索伦，径直走出了大门。眼前竟是一副鸟语花香的景象，显然布林博的心神早已被索伦彻底控制。眼看城市在索伦的帮助下蒸蒸日上，布林博不再怀疑，而是接过索伦送给他的锤子，继续废寝忘食地锻造起人类九戒。可当画面一转，眼前早已是一片炼狱般的景象，整个锻造之城都被火焰与爆炸吞没。而此刻的布林博被索伦的魔法蛊惑，对外面发生的一切还一无所知，精灵死伤惨重。索伦故意表示城主昏庸无能，竟然下令死守城墙，接着又以救世主的姿态站了出来，表示自己将亲自率领精灵大军出城反击，这让他在锻造之城的形象又拔高了几分。可就在他沉浸在崇拜的目光中时，半兽人却突然停止了进攻。只见半兽人大军将投石车调转了方向，山峰终于还是不堪重负，无数的巨石开始滑坡，很快便将护城河堵死，水位瞬间开始下降。原来阿达尔准备等待护城河水彻底枯竭，便带领半兽人大军发动总攻。与此同时，布林博还在心无旁骛地制作着人族九戒。可这么多天过去，却没有一个手下前来汇报工作，还是让他起了疑心。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，他用铅笔在蜡烛上做了个标记。随着战鼓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，集结完毕的半兽人大军仿佛是潮水一般，朝着锻造之城涌去。城墙上的精灵战士不停地射出弓箭，可失去了护城河这道天堑，他们早已是瓮中之鳖。很快，随着半兽人距离城墙越来越近，精灵士兵也开始出现了伤亡。更糟糕的是，被称为毁灭者的攻城利器，此刻也距离城门越来越近。索隆焦急地来到城主府，询问魔戒是否已经完成。可布林博拿起了那只被做了记号的蜡烛，原来整整过去了一天，蜡烛却连一点都没有被消耗。此刻的他明白了过来，眼前的男人绝对不是维拉派来的使者。I want the Nine! 听到窗外的喊杀声，布林博打开房门，外面早已是一副人间炼狱。恢复清醒的他终于意识到，能够施展这种蛊惑人心的魔法，只有索隆一人。布林博赶忙冲向了城墙，想要将真相告诉手下，却没想索伦也来到了这里。可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，索隆的地位早已超越了城主。Let's get you back where you belong. Get your hands off me! 此刻的布林博彻底大势已去，就在他绝望之际，远处传来一阵号角声，原来是精灵王与埃尔隆德率领的援军终于赶到了这里。精灵大军朝着敌军阵地袭来，可阿达尔却丝毫不慌。双方回到了谈判桌上，阿达尔开门见山地表示自己需要魔戒，这样不但能救下瑞尔，并且索伦也将交给他来解决。可骄傲的精灵哪里会接受这样屈辱的条件？埃尔隆德果断选择宣战，可在此之前，他想与瑞尔做最后的告别。二人也终于吐露了深埋内心的爱意。很快，双方便开始了惨烈的厮杀，就连埃尔隆德的战马也死在了半兽人的手上。另一边的锻造之城，战斗也进入了白热化，可他们还是低估了城墙的厚度。毁灭者的致命一击却没能洞穿城墙，久攻不下，导致半兽人死伤惨重，这也让他们开始萌生退意。心烦意乱的阿达尔返回营帐，却发现瑞尔早已不知所踪。原来埃尔隆德早就悄悄给他塞了一枚胸针。此刻的瑞尔披着一件半兽人的衣服，正小心翼翼地准备溜出营地，可突然 Look at that pretty hair. 原来阿隆迪尔想要前来刺杀阿达尔，却意外救下了瑞尔。与此同时，布林博被戴上了手铐，此刻的他已经彻底成为了索隆的奴隶。可就在九戒即将完工之际，布林博趁其不备，将他们丢进了火焰中。可很快，他便崩溃地发现，寻常的火焰根本无法伤到魔戒分毫。为了逃脱索隆的魔掌，布林博将魔戒收好，接着狠下心斩断自己的手指，这才从镣铐中挣脱出来。可一枚火球袭来，
布林博晕了过去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士兵却奉了索伦的命令，准备将他带回城主府。就在绝望之际， Release him. 瑞尔的出现这才稳住了局面。为了不让九戒落入索伦的手中，布林博将戒指托付给瑞尔，让他顺着密道赶紧离开，而他则选择牺牲自己，拖住索隆。画面一转，精灵的城墙久攻不下，阿达尔终于失去了耐心。Send him in. 巨魔的出现让战场呈现了一边倒的趋势，阿隆迪尔的弓箭只能穿破他的皮肤，眼看无人能够阻挡巨魔的脚步，埃尔隆德瞅准机会，朝着投石车的绳索砍去。阿隆迪尔见状，从城墙上一跃而下。见到精灵大军已经死伤殆尽，阿达尔召集剩余部队，决定发起最后的总攻。可即便只剩寥寥数人，精灵依旧无所畏惧。看到仇敌就在眼前，阿隆迪尔朝着阿达尔冲去。终于，城墙被半兽人攻破，锻造之城彻底失守。埃尔隆德颓然地跪在阿达尔的面前。埃尔隆德被死死掐住，接着被随意丢飞出去。下一秒，精灵之戒落入了阿达尔的手中。兽人大军在艾瑞吉安烧杀抢掠之际，远古神魔也将呼之欲出。中州大地即将生灵涂地。身处矮人王国的王子都灵，在得知父王变得越发偏执疯狂后，立刻走进矿坑。老国王再次自顾自地挖掘起来，结果下一刻，矿坑石壁被凿穿。老国王大吼着让都灵过来瞧瞧，声称这才是矮人王国真正的财富。后者有些迟疑地走进矿洞，放眼望去，视野中尽是光芒闪动的密银矿脉。就在这时，山脉底部亮起一抹红光，都灵四世急忙呼喊跑，不料一道火鞭勾住了国王的身体，将他拖了下去。国王定眼一看，这下面竟然住着一头炎魔。都灵立刻拿着斧头冲过来，却被一刀劈飞。这生物极其强大。国王看到儿子受伤，终于醒悟，是戒指带来的祸。为了保护儿子，他摘下戒指，拿着斧头守住洞口，与炎魔拼个你死我活。双方兵器相接的瞬间，顿时迸发出刺眼的光芒。紧接着，老国王便消失不见。镜头来到卢恩这边。此前说到，神秘人在庞巴迪的带领下来到峡谷这里寻找自己的魔杖，灰袍巫师也在这里等候多时。他试图说服神秘人加入自己，同时表示他知道神秘人的真实身份。原来他们是曾经的伙伴。他想劝说神秘人加入索伦一方，如果神秘人愿意，他会告知老头的过去及名字，甚至是魔杖的下落。但老头清楚自己的使命，绝不会加入索伦一方。他宁愿永远失忆下去，也不愿同流合污。最终，神秘人的话激怒了邪恶巫师。只见他挥动法杖，将整个山谷的石头移向村庄，撞击山峰，冲撞掉上方的石头，想要掩埋村庄。没想到在危急关头，老头再一次觉醒了自己的力量，让所有石头出现了短暂的停顿。天亮后，老头看着满目疮痍的村庄，忽然在地上发现了一条木棍，这不正是庞巴迪口中的魔杖吗？直到这一刻，他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一切都是庞巴迪的对自己的考验。巫师从来都不用寻找魔杖，只有选择友情，他才能得到魔杖的认可。而庞巴迪也终于想起了他的真实身份，原来他的名字叫甘道夫。半兽人大军经过几天的战斗，自从艾瑞吉亚的城门被攻破后，无数的兽人涌入城内，将城中的精灵一一屠戮。此时的凯兰崔尔正带着一群工匠从密道逃亡，可当他们抵达半山腰时，还是被兽人包围了。眼看寡不敌众，凯兰崔尔只能拿出手中的人类九戒，请求阿达尔进行谈判。与此同时，城中的索隆还在折磨布林博。魔王索隆连射数箭，但却故意避开对方要害，目的就是留他一条命，逼问出人族九戒的下落。可怜的布林博被他射成了筛子，却依然没有松口，甚至还诅咒终有一天索隆将被其中一枚戒指毁灭。索隆一怒之下，用长枪刺进了他的身体。就在这时，兽人小头目也来到了此地，看到大魔头在此，他们根本不敢有丝毫的反抗。此时，凯兰崔尔被带到了阿达尔面前，但他注意到阿达尔的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戴上了水之戒，并且他脸上的伤疤已经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帅气的脸庞，这正是戒指带给他的神奇力量。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阿达尔竟然能够抗拒这种诱惑，把戒指摘了下来，而他的样子也在慢慢改变。阿达尔告诉凯兰崔尔，他愿意将水之戒还给对方，他希望这能平息兽人和精灵族之间的仇恨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击败索隆。他发誓将索隆击杀后，便带着孩子们回去，永远不踏入中州半岛。尽管凯兰崔尔一再强调，死在他手上的兽人比任何精灵都要多，但阿达尔还是选择原谅他。他愿意为了和平，用这枚戒指抚平兽人与精灵之间的恩怨。这番举动实在出人意料，谁能想到兽人的领袖竟然爱好和平。
他的目的由始至终只想着打倒索隆。但就在这时，兽人们抬着阿达尔的副官走了过来，说他们正在追捕索隆，小头目正是被其所伤。如此忠诚的手下，阿达尔上前查看，没想到小头目竟然拿起了武器刺向阿达尔，旁边的兽人也围了过来，一刀又一刀的扎向阿达尔，像极了当初他对付索隆时的情景。当初阿达尔怎么对付索隆，索隆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只见索隆拿起魔苟斯的王冠来到阿达尔面前，像是在嘲笑对方的愚蠢，而阿达尔在临死前还喊着他的孩子们，只可惜兽人宁愿做索伦的奴隶，也不愿意做他的孩子。在各个种族之中，最具领袖风范者当属阿达尔。当初在索隆蛊惑人心之际，他发动宫廷政变，力挽狂澜，将兽人从危难之中拯救出来。为了确保兽人不沦为索隆的奴隶，阿达尔带领兽人奋起抗争，且放下身段，不断尝试联合精灵族共同对抗索伦。即便遭到拒绝，他也未曾放弃，孤注一掷地率领兽人军团直面强大的魔王索伦。阿达尔在获得力量之戒后，并未因戒指给予的力量加持而被其蛊惑，依旧不忘初心，坦然地取下戒指交还给凯兰崔尔，放下过往的历史恩怨，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目标指引自己的行动方向。虽然自己手下的兽人每一个都面目狰狞，奇丑无比，但阿达尔却视他们如己出，一心一意想要将兽人从奴役中解救出来。他手下虽有强大的军队，却无意染指中州的势力范围，只想在魔都偏安一隅，过平静安宁的生活。如今面对那些被他视为孩子般的手下将自己剁成肉酱，阿达尔脸上始终挂着微笑，毫无怨恨。就这样，一代雄主阿达尔就此陨落。魔王索隆意气风发地命令副将尽快摧毁精灵城，但要留下几位关键人物逼问戒指的下落。等兽人走后，海兰崔尔拿起了武器，悄悄来到索隆背后，而索隆捡起地上的金属王冠，恰好抵住了后背袭来的利剑。索隆看向他手上的戒指，要他交出人类9戒。海兰崔尔当然不会乖乖听话，两人就这样展开了大战。双方再也没有留手，每一招都用上了全力。暴怒的索隆又用王冠锁住了对方的长剑，但这一次却是扎向了他的身体。凯兰崔尔痛得流出了眼泪。索隆又想邀请凯兰崔尔一起统治中州，他答应对方，只要他拿出水之戒，就让凯兰崔尔做中州的女王。听闻此言，他将手上的戒指摘下来。他知道索隆想要得到剩余的精灵之戒，于是将其握在手中，整个人后仰朝着山脚跌落。而这一幕恰好被至高王等人看见。这时，山脚下的城池传来号角声，原来是矮人部队前来支援了。阿隆迪尔等人奋力反抗，很快就和王子都灵碰面。被败的半兽人副将跑过来汇报，那几位精灵首领逃走了。索隆气愤的一剑将其毙命。而此时的至高王已经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凯兰崔尔，可惜仅凭他一人的精灵之力根本无法治愈被黑暗之力腐蚀的伤口。埃尔隆德看到了地上的戒指，虽然他心里10万个不情愿，但为了救助凯兰崔尔，最终还是带了上去。镜头来到努门诺尔，自从米瑞尔被维拉赦免后，他不仅没有被海怪吃掉，还收获了人气和声望。为了稳住自身的权力，法拉宗给他捏造了一个勾结索伦的罪名。接下来，他派人将忠贞派全部集中起来，然后以叛国的名义将其一网打尽。一时间，整个城池乱作一团。而伊兰迪尔在女儿的帮助下，最终逃过一劫。在临走前，他试图将米瑞尔一起带走，而米瑞尔却选择留下来，并将那希尔圣剑交给了对方，希望他能将忠贞派的信念传递下去，让对方去中州暂时躲避。这座城市已经彻底腐朽，但是人类不能没有希望。而此时的凯兰崔尔终于苏醒，他重新戴上了戒指，看到至高王收拢了精灵残部，他的心中重新燃起斗志。他们将汇聚所有盟友，再次向索隆发起挑战。